各位 QEM 奢华美妆香水频道的朋友们，大家好，与收听的朋友们，大家好哦。那这个欢迎你在 YouTube 影片也可以看到我们，那在各大 Podcast 也可以听到我们，把它当广播来听，利用你的通勤时间或者零碎的碎片时间，都欢迎点播我们的这个 Podcast。对，不会占你的双手，还有眼睛也可以休息，对不对？那我们今天要请陈明老师跟林心地帮我们介绍一下，这一支是一个阿拉伯品牌的香水哦。对，Afnan 嘛，产地他写产地是在阿拉伯联合大公国，是。然后呢，这个牌子可能也是最近才刚开始红起来的一个中东品牌，对，叫阿芙南9 PM。这支香水叫9 PM， 对，晚上9点，晚上9点，品牌是这个，好不好？晚上9点，通常你们都在做些什么？相约9点钟。洗澡、收拾东西啊，或者刚吃饱饭。那林心地的9点，他差不多都做些什么？看有没有约。我看这支是有约，相约9点钟。哦，相约9点钟。可能味道就会跟平常。其实，在西方人的那种生活作息里面，晚上9点正在吃饭，对啊，哦，还在吃饭。对，他们都8点多9点才吃嘛，哈。那对我们来讲，9点已经是第2通了啦。对，大概这个意思。哦，好，这个瓶子是透明的，还挺好看的，这个可以看到后面这样。对，这让我想起了卢丹氏，有没有？哦，有点像。但这个瓶子又更边角都是圆的，也还造型不错，看起来也是干净素雅大方啦。中东真的很会做这些瓶子，对啊，还蛮有质感的，很重。他们又没有制造业，但为什么瓶子都做那么好看？对啊，来，我们赶快先试试看。是。好，这个9点第2通，感觉应该是越晚越美丽了哦。晚上不，那个网络上是有说它是那个金波哥蒂那个裸男的平替啦。裸男就不算很贵了没？不过裸男现在很贵了。裸男那个牌子现在好像都到5、6千了。真假的？以前我们接触香水的时候，那个是对，几乎是菜市场价。所以我现在印象中，因为我们之前有拍过那个金色的嘛，对，然后对它淡香精的已经来到5、6千的价钱了。是，这很多香水呢，经过了本来都是小众品牌，那经过了大集团并购之后，那个价格重新打造了。所以香水老实讲，真的越这样合并下去，会越来越贵。像以前我们那个宝格丽。那个都应该在1000以内的，现在都没有，拍谁进货就不止这个价格了。好熟悉的味道，这样今非昔比。学姐，这一支有闻过吗？你也一起来喷一下好了。好，老师，这一支前头的确是有一种还蛮熟悉的香味的感觉。好，那让你先说一下，像什么？像军坡高地。有像吗？不，我觉得还就是如果这样的味道是在男生身上或女生身上，我也觉得蛮 OK 的，是一个蛮中性 sexy 的味道的感觉。是，好，那来形容一下前调闻到了些什么？甜甜的香味。我觉得它带一点果香，但它那个果香不那么突出，但是你就是觉得它有那个果香甜，水果的甜香，加了那种辛香料在里面。OK，那我有闻到一个非常特殊，我一定可以讲出它的，叫做薰衣草的味道。对，那这一个薰衣草的踪迹，你比较常闻到的会是在旷野之心。薰衣草，那它带有这样的一点点野生薰衣草的感觉。有没有？还不错。那真的是适合晚上你可以知道，城市街道特别进入了夜晚的时候，哇，那个霓虹灯灯火通明，车流量还是相当多，特别就是计程车往来的地方，你可以知道这边就是晚上9点热闹的剧情要展开来了。好，那 Cindy 这边闻到了前调，闻到了些什么？
它的那个我觉得它果香苹果就是那种可能它是有写到说它有苹果的香气，就是带一点果香感，但我觉得它后面的那个香草跟零陵香豆的那种甜香感还蛮明显的。对，就是它这样融合起来的时候，就有一个蛮有层次感的那种甜感在里面。对，就是不会觉得说只是它不是那种很非常轻的果香，它是带有一点那种香浓郁感的那种感觉在里面的。它的味道算是有层次的，然后也很丰富饱满的，对不对？味道是厚的哦。所以晚上出去，特别可能你在夜店或者是这个晚上的酒吧，这种很多气味的夹杂当中，可是这一支呢，却足以强大到别人还是闻得到你的味道。有，它的扩香性还蛮强，对不对？很好。好，那学姐，你这边这一支有没有闻到什么特色跟大家分享？我刚刚远远走过来，闻到的是凤梨的果香，可是我近闻手拿起来的时候，闻到的是苹果。苹果哦 ，OK。我觉得应该是它那个把苹果跟辛香料、肉桂放在一起，所以我远远闻的时候是很凤梨的感觉。是。但这一支我觉得比裸男好闻因为裸男很甜，这一支的甜是清爽的，对，反而比较好穿的。其实我一直觉得学姐蛮厉害的，就是她可以记得每一支香水味道。对啊。当我们讲到新的时候，她就可以把之前的记忆卡拿出来，然后是什么她都记得。我们之前不是有拍过那支金色裸男那支吗？对啊。那我也忘记是什么。对啊，真的，我是拍一支忘一支，她是拍一支都记得一支。所以客人问我说：“老板，你拍过那个？那比较一下。”开始我早就全部忘掉了，所以问我都没有。学姐容量比较大，我的记忆都拿来记这个，所以你可能问我别的东西，我就没有办法。每个人专长不一样哦，所以这个部分问学姐就问对了。它就是香水资料库，好不好？那老师这一支，如果你来闻这一支的前调，你觉得晚上的时间会不会比早上更合适？当然啦，因为它的名称就是酒皮宴嘛，是不是？就是那种大家可能正在宴会或者在聚餐，然后就是跟好朋友、跟家人一起聚餐，然后在那种晚宴上面，然后大家穿着的很华丽的衣服，然后你喷到这个身上，完全非常的适合。OK。甚至大家玩交换礼物，然后每个人会拿到的礼物完全不一样，有点猜我拿到是什么东西？天哪！哇，这很会一种到底是惊喜还是惊吓，不一定。对 ，OK，好。目前闻到是惊喜的感觉。对。好，那所以你的画面是9点的时候晚宴上了哈。好，那 Cindy 呢？你的画面呢？对，我闻到这个味道，我觉得还蛮家庭式的感觉，因为它的那个苹果跟肉桂的那种香甜感，不太会让我去联想到太夜店的感觉。它反而是有一种就是比较很像那种我们在家庭大聚会在庆祝啊，或者说在弄一些有蛋糕在桌上啊，然后有那种类似圣诞节的那一种糕点那种味道香气，苹果派的那种对，那苹果派上面会撒肉桂粉吗？对啊，对。所以反而你们两个都讲到一个交汇点，就是家庭，对不对？跟家庭聚餐或者是家庭的一些特别日子的 party， 对不对？那学姐嘞，她给你什么话？就这一支很适合约会的时候喷。约会。因为晚上9点你不可能，当然也可能是它不属于大型 party， 它比较像是，譬如说你今天是跟比较熟悉的朋友的聚会，或是跟你的男女朋友约会，是你可能晚上9点约了，大家都忙完了，约了碰面看一场电影，或是吃个宵夜，然后聊个天。对，然后所以它不是那种很打扰别人的香气，可是它又是一个无法被别人家忽略的香气，就人家还是会记得你。OK， 然后会觉得，你身上闻起来就是有个魅力在。是，所以这一次不会让你联想到家人的，对啊？没有啊，比较亲密的朋友、家人，或是。我觉得它不是认识陌生人喷的香水，是一定是跟熟悉的人相处用的香水。但是你又希望你在这些人当中你是脱颖而出的。有这一支可以脱颖而出，因为它确实就算在夜晚的场合，它一样都相当的能够凸显出来哦。好，
来，那我们这一支有没有适合什么职业嘞？职业上，我刚有想到，我觉得很适合 model 哦，在伸展台上，那就是因为它扩香够好，你走过去，它就闻到一股哇，这种很性感魅力的味道，对，就是这个味道啊，好，会让你目光都一直焦点都放在他身上哦。好，那 Cindy 嘞，你觉得这一支适合什么职业的人？它又变化了。对，哇，那个甜度降低了。对，然后花香感觉又再更多一些。那我有一点点木质香出来。我也是偏木质香。对，职业还没想到。再想一下。好，就是家里的人喷的，没有职业。那学姐嘞？学姐有没有什么职业？我觉得我刚刚其实有想到的是餐酒馆的，或是就是 talking bar 的那个 bartender。哦。调酒师。对。是。好，这是调酒师。不是，不行，侍酒师不能喷，调酒师。调酒师。他不只要会调酒，还要可以跟吧台前的客人聊上几句哦。那这个也是特殊技能。好，那我们前调先聊到这边，回头再来跟大家讲9PM 的后面的变化。这一款还会再有改变，就很像昨天我们拍那一支商业香 H24，还有另外一支淡香水，那个后调更漂亮，那个100万。你说你要等我100万后面，对，100万那一支后调不输沙龙香也很强哎。很柔和啦，对，很漂亮，那支很柔和。是，我们没有机会把它全部走完。那支持香还不错，那支持香非常棒，那支一直卖的还不错，相当有沙龙香水准。好，回头再跟大家聊。那我们先记得订阅、按赞。如果你是 YouTube 朋友，那如果你是 Podcast 的朋友，记得传给你的好朋友喜欢香水的，让他们一起来参与我们的节目喽。一天认识一支新的香水，下次见，待会见，拜拜。待会见。9 PM，晚上9点。目前的后调在2位身上怎么走呢？老师，后调如何？后调，后调像是那个辛香料的味道，我身上还是蛮明显的，然后会带了一点木质感是为什么？我看一下。它有一点暖暖甜甜的，但是甜多过于暖。那你的辛香还是很明显。这个没有刚开始那么重。我觉得现在比较冷，我应该怎么形容？它现在比较走到一个比较缓和的境界，比较平静下来，不像前面它一直要你闻到它的那个辛香那种热情，那种大家欢愉、开心的那种氛围，是没有现在大概这个酒也喝得差不多啦，甜点也吃完啦，然后。但是呢，可能会带着愉快、开心的心情。所以你的已经到9点到12点去了。对。好，那 Cindy 呢？你这边后调闻到了什么？就是带一点甜甜的木质香。然后一开始闻，就是因为我们隔了大概半个多小时了嘛，然后再闻它，我觉得它那个带一点粉的。那种木头香，有点像，不是那种新鲜的木头，是那种很像是已经晒干过后，然后已经磨成粉的那种粉末的木头的那种，因为它带一点干燥的那种粉末香味，不知道是因为它前面的那个辛香融入这个木质的香气，我觉得它那个就是那种干干的。粉的木质香还蛮好闻的。粉的木质香。OK。好，那学姐嘞？学姐后调。我觉得它现在就是一个很温暖、很慵懒，然后很温柔的香气。就是你可能已经聚会结束或约会结束，要往家移动，或是你已经在家了。对，这么没搞头。
不会，你怎么知道他是自己回家呢？你就是沉浸在那个还在就是虽然已经回到家了，但是你可以沉浸在那种很刚刚喜悦的那种氛围里面啊。是，那种还蛮舒服的，沉醉在愉快感，那个很满足啦。我觉得那种很满足的，是气味。好，对呀，那舒服的。这一支职业你有想到了吗？老师刚刚还没讲到职业嘛？我刚讲有，他有讲 model，是我啦，生长的学姐，我讲那个餐酒馆的 bartender。好，我再补充一下，是他很像是一个 model， 他可能今天盛装打扮，然后呢在走伸展台的时候，他那个新香料混合的一点点的一些花香，可以让周围的那些观众可以感受到那种很华丽的氛围。然后等到他换下的那些衣服，准备回家，然后卸完妆了，对，就像这个剩下这个干净的木头香一样，回归自己家里的平静，对，回归他真实的生活，好，但是留下来却给人家是无限美好的回忆跟想象力了，对不对？OK， 所以他该做的工作他都做到了，那他自己的生活，他卸了妆之后回到家，褪去这一身，他还是他自己。有没有跟裸男比起来，味道有没有相接近呢？学姐，后面吗？对，我还是觉得他比裸男要来的温柔跟舒服啊，因为我裸男的基底都很香甜OK， 对，他裸男还是比较刺激你嗅觉张扬的，是，但这一支我觉得它没有到非常张扬，它是很舒服的。裸男是更偏男生多一点，这支我不会觉得他很男生，就是蛮中性的，感觉男生女生都可以穿的一支。好了，非常谢谢我们今天这个组合哈，有学姐陈明老师还有 Cindy，因为我们各有的特异功能都不一样，特异功能，对，我们有这个一个比较组可以给我们做参考，他每个味道他都可以记得，真的很厉害。再次感谢你的收看，谢谢 YouTube 朋友以及 Podcast 的朋友订阅按赞。那 Podcast 朋友可以分享给你一起喜欢香水，我们一天讲一支香水咯。下次见，拜拜，拜拜。分数是吧？你没有打分数啊？对，来，老师这个几分？给他9.5， 9.5。Cindy 来，我也是9.5。那学姐9.8，因为没有裸男那么甜。对，我觉得变蛮实穿的，然后男生女生都可以。就是如果你觉得裸男太张扬了，你就可以来选这一支。好了，那这次真的要关机啦，谢谢收看，下次见啦，拜拜，拜拜。